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家种植花草，不仅能点缀居家环境，给家里增添一份绿意，让耳目舒心，再有就是净化室内空气，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气，还能吸附灰尘、甲醛，让家里空气变新鲜，可谓好处多多。但是有些花却千万不能在家养，尤其是家里有人身体不好的时候，千万别养这几种晦气花，就比如这5种不适合在家养的花，真的会影响到家人的身体健康，尤其是体弱多病的人。花旺人不旺，并不是迷信瞎说，是多年养花经验教训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5种不能在家里养的晦气花。第1种，香味太重的晦气花。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一些香花，就比如栀子花、茉莉花、九里香、兰花、百合花、水仙花等。这些花虽然没有毒性，但是养在室内通风不好的环境，因为香味太过浓郁，也会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，尤其是长时间的闻花香后，部分人会出现头痛、头晕、失眠等症状。另外，睡觉的时候闻到花香，反而不利于入睡哦。还有对花粉过敏的人群，接触或闻到花香后，也可能出现打喷嚏、流鼻涕、皮肤红斑、瘙痒等症状，甚至出现呼吸困难，需要及时就医。其实这些香的花也很好，我也很喜欢养，但是真的不建议在室内养，尤其是通风不好的室内。可以把这些花养在室外，就比如开放式的阳台，或者是阳台放上悬挂式花架来养，既能满足自己的喜好，又不影响家人的健康。第2种，花粉太重的晦气花。有花粉的花通常是开花很美的花，这样的花大多数都很喜欢阳光，而且会利用花粉来吸引蜂蝶授粉繁殖。尤其是看到蜂蝶在花丛中飞舞的时候，很是好看。好多人因此很喜欢这些开花植物，因为看到这些漂亮的花，心里就会美美的，而且忍不住会去闻一闻，嗅嗅花香的味道。但是这些漂亮花开花的同时，也会有很多的花粉，我们感受花香的同时，也会有花粉被我们吸入体内。对于体质弱的人，或者是花粉过敏的人来说，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不适，就比如哮喘，以及咳嗽，或者是皮肤上面起痘痘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就只能换种花来养了。对于容易花粉过敏的花友来说，千万别在室内养开花植物了，即便是花粉少的开花植物，也不建议养的，因为这些花开花后，花粉会飘到空中，也会影响身体健康。建议养一些绿植，又养眼又好看，尤其是一些高贵大气的绿植，就比如幸福树、百合竹、鸭脚木、金枝玉叶等。幸福树听名字就很幸福了，它的养护方法也很简单。幸福树喜光但也耐阴，适合放在室内光照充足的地方，但避免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，以免叶子被灼伤。幼苗期比较耐阴，成年植株最好放在室内光照充足的窗前，时而全光照，时而散射光。它适宜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，最适合的温度是20至28摄氏度，冬季温度不能低于8摄氏度，否则易被冻伤。幸福树喜欢湿润的环境，室内养护的时候可以通过喷水保持叶片清秀，增加空气湿度。幸福树在生长期间需要保持土壤湿润，但避免积水。春季2至3天浇一次水，夏季1至2天浇一次水，冬季适当控水，7至10天浇一次水。浇水时注意天气情况，选择晴天浇水，阴天不浇水。第3种，有毒的晦气花。有些花特别美，但是却有毒性，而且越漂亮的花毒性越强，可即便这样，却还很多人都喜欢养，因为贪恋它们的美貌，殊不知一旦接触到里面的有毒汁液，就容易出现中毒的情况。有毒的漂亮的晦气花有很多，就比如夹竹桃、曼陀罗、马醉木、郁金香、夜来香、滴水观音、虎刺梅、变叶木、一品红、龙骨、麒麟掌等。这些花草植物虽然看似很漂亮，开花又多又美，养在家里真是好看，所以也成为很多花友的首选花卉。但是这些花毒性都比较强，它们的毒性主要在枝叶和果实里面，我们在修剪花枝或者种植的时候，很容易接触到它们的枝叶，如果忘了洗手再去接触食物，就很容易造成误食。如果不小心接触太多，就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皮肤红肿等情况。如果你家小孩不知道这些花有毒，等花谢了，看见果实很新鲜可口，好奇的尝一口，
那后果就更不得了，一旦误食太多，还容易出现危及生命。对于这些毒性强的花，真的不建议在家养，尤其是家里有小孩或者是有宠物的花友，一旦接触到这些毒性强的枝叶或果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建议养一些没有毒性的花，就比如太阳花、文竹、牡丹吊兰、三角梅、天竺葵、长寿花、蟹爪兰等，好看寓意又好，开花又多。拿长寿花举例，它是一种常见的多肉植物。长寿花的叶片肥厚，色彩丰富，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，也很适合南方较热的地区种植。长寿花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，但在夏季高温时应避免阳光直射，以免叶片被晒伤。在冬季，由于光照较弱，可以将长寿花放在室内光线较好的地方，以保证其正常生长。长寿花喜欢干燥的环境，浇水时应遵循宁干勿湿的原则。在春秋季节，每隔10至15天浇一次水即可。在夏季高温时，可以适当增加浇水次数，但要注意不要积水。在冬季，由于温度较低，长寿花的生长速度会减慢，因此浇水次数应适当减少，每隔20至30天浇一次水即可。浇水方法：给长寿花浇水时，应尽量采用浸盆法或喷雾法，避免直接向叶片喷水，以免叶片积水导致腐烂。同时要注意保持土壤的透气性，避免土壤过于湿润。第4种，病歪歪的晦气花。有些花特别健壮，长势很强健，种植后能1年4季生长，还能开出很多漂亮花。可也有一些花却总是病歪歪的，看上去没精神，无精打采的。即便是翻盆换土，浇水施肥，加上阳光温暖，还是病怏怏的，不是出现黄叶，就是出现落叶，要不就是出现很多病虫害。家里有人身体不好的话，看到这些病歪歪的花，就总会有一种夕阳西下，让人觉得有些萧条落寞的感觉。黛玉葬花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？人在身体不好的时候，精神也会变得脆弱，这时候看到一些枯萎发蔫的植物，很容易与它们共情，产生一些负面消极的情绪，更加难以恢复身体。家里养这些花，不但会影响病人的心情，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。而且这些病歪歪的花，要想让它们长得好，就需要喷药治疗。如果家里有病人，真的不建议在室内喷药。经常容易生病的花有很多，就比如月季花、兰花、君子兰等，很多人都不容易养好，这是因为它们对环境要求都比较高，需要分出大量精力伺候，所以如果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的话，不建议养。作为代替，我们可以养一些好养的，对环境要求不严的花，就比如玉树、西财树、常青藤、吊兰、龙血树、虎尾兰等，它们对环境要求都不严，再加上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，绿意浓浓的，看上去很养眼。经常和这些植物待在一起，人也会更有精神。尤其虎尾兰是一种非常受花友们欢迎的室内植物，因其独特的叶形和美丽的花纹而备受喜爱。它的养护也比较简单，这种植物原产于非洲，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，对光照的要求较高，喜欢疏松排水良好的土壤。在选购盆土时，可以选择添加珍珠岩、火山石、蛭石等材料的营养土，以提高土壤的透气性和排水性。浇水时要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，即在盆土表面烧干后再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在施肥方面，可以选择氮磷钾复合肥，或者自制发酵的饼肥水、羊粪水、果皮水等。每月施一次就可以满足虎尾兰的生长需求了。第5种，不适合卧室养的晦气花。家人身体不好，卧室千万不要养晦气花，而且建议不要养花。因为卧室环境比较密闭，再加上空间很小，晚上休息的时候关闭房间后，室内的氧气也少。如果在卧室养花，容易出现花和人争抢氧气的情况，会加剧病情。如果实在喜欢养花，可以把卧室的花搬到阳台或者是客厅来养，这些地方白天的时候通风都比较好，又宽敞，到了晚上没人在这里休息，可以让花草自由的呼吸，自由的生长。家里有人身体不好，就不建议养这5种晦气花，可以养一些别的花草，好养又好看，还能有利家人身体恢复健康。别为了1、2盆晦气花影响家人身体健康，真的就不值得了，你说对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
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